几人为了活命，躲进了一个巨大的塑料桶里。没想到整栋摩天大楼朝他们砸来，塑料桶瞬间被顶得像颗炮弹，以惊人的速度冲向深海。海水的挤压和大楼的撞击让几人被撞得东倒西歪，好不容易摆脱大楼的裹挟，开始上浮，半路却被一团杂乱的电线缠住。人们急得对着桶壁疯狂捶打，折腾了几分钟才挣脱束缚。可还没等他们松口气，几人拼命往外推，却毫无作用。突然外面传来剧烈的撞击声，原来是命大的强哥找到了他们。强哥用尽全力将塑料桶踹离，海水瞬间从洞口涌进来，怎么也堵不住。男人见状一拳砸在裂缝处，成功堵住洞口。而强哥此时已耗尽体力，身体不由自主地向海底沉去。就在这时，塑料桶上残留的电线缠住了他的一只脚，强哥随着桶身迅速上浮，终于浮出水面。没想到塑料桶开始大量进水，而桶盖早已被锁住，无法打开。此时桶内水位正以超光速上升。朋友，我们人多，你把桌子让让。聋子，你听见没有？面对混混的挑衅，书生默不作声，只是轻轻摇头。这番态度激怒了恶霸头目，他当即派人将书生团团围住。小子，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牵着不走打着走。好，我看你让不让。恶霸头目为了在小弟面前立威，亲自上前试图挪动桌子，却发现自己使尽浑身解数也撼动不了分毫。大当家心中一惊，不信邪的又叫来一群手下合力尝试。那张桌子依然纹丝不动，而此时的书生正悠闲地品着五粮液。面对如此挑衅，恶霸还想逞强，却被书生一筷子精准地钉在桌面上。大当家见对方如此嚣张，立即下令群起而攻之。即便武功不及，他们用车轮战累死书生总可以吧？起初书生凭借绝世武功轻松应对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渐渐力不从心。更糟糕的是，他还被大当家的暗器击中胸口。眼见不敌众人，书生当即决定36计走为上策，纵身从窗户跃出逃离。好在危急关头，男孩及时抓住了护栏，旁边的邻居连忙上前大叫，可他还没来得及伸出援手，男孩就因体力不支直直落下。万幸的是，楼下晾晒的被子起到了缓冲作用，男孩这才抓住了悬挂的天线。望着脚下100米的高空，男孩吓得魂飞魄散。他本想借着天线慢慢向上攀爬，谁知一个不慎手滑，再次朝着地面坠落，恰巧松动的电线缠住了他的脚脖子，这才让他侥幸没有摔得粉身碎骨。可男孩此刻在半空中摇摇欲坠，只能扯着嗓子大声求救。昏迷中的母亲被喊声惊醒，看见儿子头朝下掉在窗外，慌忙扑到窗边伸手营救。尽管他大半个身子都已探出窗外，指尖却始终插着毫厘，而且随着持续摇晃，墙上螺丝也开始松动。在母亲绝望的目光中，男孩从18层高楼掉了下去，可没想到电线竟在最后关头勾住了防护栏，男孩再次死里逃生。此时楼下早已围满了看热闹的群众，匆匆赶到的父亲见此情景，立即发疯似的冲向楼梯。大哥，重触红啊，干不干净？当然干净，只用来包过鸡翅膀。收起来，留给我用啊！前一秒胖子还在琢磨着靠海豹打发时间，谁曾想下一秒狱警就通知他可以出狱了。不仅如此，对方还递给他一笔路费。虽然总觉得有些不对劲，但一想到终于能摆脱暗无天日的牢狱生活，他还是忍不住满心欢喜。随后他慢悠悠晃到停车场，一辆豪华轿车瞬间吸引了他的注意。想着自己正缺个代步工具，他弯腰捡起地上的铁丝，当即就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。可他刚把车门撬开，一支全副武装的部队就突然出现，将他团团围住。胖子看着眼前这阵仗，瞬间懵在原地。他不知道的是，这正是长官为他精心布下的圈套。你逃狱啊！原来长官最近碰上了一桩十分棘手的案子，急需胖子帮忙将凶手捉拿归案。因为警方人员不方便出面，所以想借阁下的犯罪天才来以毒攻毒。胖子一天要对付这么危险的人物，心里顿时犯怵，想着自己去了怕不是也要当炮灰。可当他瞥见身后整整齐齐列队的特警，你做还是不做？好，可是我要找几个朋友帮忙。宫女冯苑正躺在石板上欣赏自己的双足，不料被闲逛的太子撞见。太子挥手平退随从，饶有兴致地走到他的脚边。冯苑吓得急忙起身藏起脚丫，跪地行礼。有着恋足癖的太子由衷赞叹：你这10个脚趾像雪白的莲子，脚心呢白若豆腐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脚，真是可爱极了，看得我都有点头晕了。这般直白的夸赞让冯苑面红耳赤，没想到太子竟对自己的玉足如此痴迷，未飞上枝头变凤凰。冯苑特制了一双拖鞋，方便展示玉足。很快机会来临，他在太子必经之路假意撒茶，惊慌跪地求饶时故意露出双足。原本要杖毙他的太子，一见玉足顿时消气。哼，是你呀！本王要好好的惩罚你，
次日，冯院竟被册封为侧妃。小伙终于找到了记忆中的277号电线杆，想起父亲曾在附近建造过小屋，里面很可能存放着救命的物资。正当他朝着印象中的方向奔跑时，却不知追杀他的老头早已发现了他的行踪。起初老头以为这只是垂死挣扎，并未在意，但转眼间，只见小伙突然如获神力般加速狂奔，紧接着纵身跃入一个万米深坑，眼见猎物从视野中消失，老头怒气冲冲地发动越野车追了上去，决心要给对方一个教训。阿伟听到引擎的轰鸣声后，意识到自己已被发现，他匆忙躲进一片草丛，却惊喜地发现这里正是父亲小屋的入口。扒开洞口的石块后，他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，来不及喘息，他立即用脚猛踹支撑洞口的木板，必须在老头赶到前封住入口。随着汽车声越来越近，阿伟知道时间紧迫，为求活命，他使出浑身解数，奋力猛踹。经过不懈努力，终于在老头赶到前成功踹断木棍，将入口彻底封死，暂时脱离了危险。男人将传送门固定在车底，下一秒木板突然显现，翠花迅速撬开木板，小美毫不犹豫地钻入车厢。虽然车内满是琳琅满目的珍宝，但小美却对这些毫不在意，径直蹲下身开始行动。正当她准备收起工具时，不料幸好小帅及时用脚勾住传送门，才没有被发现。翠花急忙将小帅拉回隐蔽处，保镖虽注意到异常举动，但未深究。小帅趁机靠近马车，突然惊见前方出现100吨巨石，小美立即用尾巴缠住飞棍稳住身形，巧妙化解危机。随后让同伴用传送门修补马车破损处，并用画布巧妙遮掩。原来这批宝物正要运往首富的藏宝库，他们的计划是神不知鬼不觉地盗走全部珍宝。然而当众人再次开启传送门时，却震惊地发现放在一旁的魔法门意外倒地，导致传送出口竟变成了地面的普通石砖。男人将传送门固定在车底，下一秒木板突然显现，翠花迅速撬开木板，小美毫不犹豫地钻入车厢。虽然车内满是琳琅满目的珍宝，但小美却对这些毫不在意，径直蹲下身开始行动。正当她准备收起工具时，不料幸好小帅及时用脚勾住传送门，才没有被发现。翠花急忙将小帅拉回隐蔽处，保镖虽注意到异常举动，但未深究。小帅趁机靠近马车，突然惊见前方出现100吨巨石，小美立即用尾巴缠住飞棍稳住身形，巧妙化解危机。随后让同伴用传送门修补马车破损处，并用画布巧妙遮掩。原来这批宝物正要运往首富的藏宝库，他们的计划是神不知鬼不觉地盗走全部珍宝。然而当众人再次开启传送门时，却震惊地发现放在一旁的魔法门意外倒地，导致传送出口竟变成了地面的普通石砖。男孩轻盈一跃就来到了红砖上，随后又一个纵身，凭借出色的身体控制，全程避开黑白方格，顺利抵达终点。接着轮到2号选手小白，他虽然体能不占优势，却很快发现了规则的空子。既然明令禁止脚踩，他便干脆俯身趴地，用手肘与膝盖交替爬行，耗时2年半也成功到达终点。紧接着出场的是杂技演员小美，只见她从储物箱中取出一根绳索，手腕轻抖便将绳圈精准套牢肛门，凭借高超的走钢丝技艺，她毫不费力地完成了挑战。最后登场的是天才少年阿伟，本以为他会有什么过人的本领，哪知他仅是扫了一眼地砖布局，便径直踩着黑白方格坦然走。在场众人顿时目瞪口呆，急忙追问缘由。小帅不慌不忙解释道，考试规则禁止踩踏黑白方格，但现场铺设的皆是长方形地砖，因此完全符合规则。就这样所有人都通过了测试。大飞，眼看女子身中剑士行动困难，强哥立即上前搀扶，不料两人还未站稳，万吨钢门轰然落下，将支撑的兵器压得弯曲变形。眼看支撑即将崩溃，强哥情急之下以惊人速度冲上前顶住钢门，他焦急呼唤女子尽快爬行，若不能在追兵赶到前脱身，两人必将命丧于此。但大飞早已力竭，女人还未爬出多远，桑彪已持40米长刀追至，面对猛劈而来的攻击，强哥仍死死支撑钢门不肯松手。下一秒，此时钢门以惊人速度下坠，女子拼命向前蠕动，强哥爆发出惊人力量单臂擒住钢门，终于在桑彪杀到前带着女子逃出城外。男人正要扣动扳机，却被身旁的声音制止。原来装死的不止他一人，对方提议在炮弹爆炸时开枪，用爆炸声完美掩盖枪声。但身为中尉的强哥对这个新兵的建议不屑一顾，仍专注瞄准对面的德军军官。当他扣下扳机时，却发现枪膛空空如也。阿伟立即夺过步枪，熟练地压入5发子弹，上膛后交还长官。看着远处德军晃动的身影，强哥不禁紧张起来，只得放下身段询问新兵是否会用枪。阿伟微微点头表示略懂，强哥果断交出了枪。阿伟立即匍匐前进寻找狙击点，此时突然又出现3名德军，这意味着他必须用5发子弹解决所有目标。在炮弹轰鸣的掩护下，第1发子弹精准穿透敌军头颅，不等副官反应，第2发子弹已命中其眉心。
另一名步兵察觉异常，正要行动，第3发子弹已然出膛。当第4名敌军掏出炸弹时，还未及拉响引信就被击毙。最后一名军官试图逃跑，阿伟毅然端起机枪挺身而立，稳稳击中移动中的目标，完美完成狙击任务。宇航员突然注意到美国上空竟然在绽放烟花，感到新奇的小美连忙招呼同伴们前来观看。然而下一秒，整个美国境内都亮起了绚烂的火光，众人这才惊觉，那根本不是烟花，而是核弹爆炸的闪光。他们立即以超光速联系各自国家的地面指挥中心，却发现所有通讯都已中断。只有全球核战争才能造成如此大规模的信号瘫痪，所有人瞬间绷紧了神经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么刚才还称兄道弟的伙伴们，转眼间就成了你死我活的敌人。就在这时，强哥率先恢复了与地面的联系。果然，美俄两国已经交火。指挥中心命令他不惜一切代价控制空间站。意识到其他国家的宇航员尚未知晓实情，强哥暂时松了口气。正当他确认命令时，空间站突然陷入黑暗，通讯再次中断。经过紧急排查，发现是天线接触不良。作为通讯专家，强哥义不容辞地前往太空进行维修。但令人不安的是，天线完好无损。就在强哥准备和队友联系时，机械臂撞了过来，强大的冲击力让男人无法掌握身体，很快便冲出了众人的视野。老大掷出武器斩落战马首级，目睹艾玛被杀，小伙立即翻身与敌人展开激战。刚解决完眼前的敌人，第2道暗器便呼啸而来。小伙敏捷闪避，同时用力拉扯绳索，不料敌方老大猛然转动武器，暗器顿时从地面弹射而起。小伙顺势将绳索缠绕在臂间，一步步向对方逼近。此时一名敌人趁机偷袭，利刃刺穿小伙衣袖，将他定在原地。危急关头，小伙咬开行囊，一脚将跌落的刀鞘踢向敌人。受惊的战马四处狂奔，将敌方老大从马背上拽落。小伙也被绳索牵引着向下翻滚，人马一齐顺着斜坡急速跌落。所幸小伙及时稳住身形，此时方丈赶来催促他撤离。小伙正要脱身，敌方老大突然从旁杀出，险些削掉他的脑袋。招招致命的攻势让失去武器的小伙难以招架，被打得节节败退。眼见敌方大军即将合围，小伙迅速拾起武器反击，趁对方阵型未成之际，一脚踹翻敌方首领，飞身上马疾驰而去。男子每天黄昏都会焦急地等候儿子归来，哪怕迟到1分钟都会严厉斥责，随后迅速将家中所有门窗紧锁，确保连一只蚂蚁都无法进入后，全家才能安心用餐。因为每当夜幕降临，窗外便不再是人类的世界，家中的旺财突然焦躁不安，紧接着门外传来猛烈撞击声，幸好父子2人及时抵住肛门，才没让外面的未知生物闯入。本以为危机已经解除，谁知真正的危险才刚刚开始。第2天，凯奇惊恐地发现肛门上布满深可见骨的抓痕，显然这肛门已经无法使用，他们必须趁着白天寻找材料修复大门。然而这天傍晚，凯奇只等到小儿子回家，于是立即外出寻找大儿子。殊不知大儿子因急着赶路，不慎坠入深渊。就在他吓得惊慌失措时，凯奇及时找到了他，但由于夜色已深，父子2人只得在原地躲藏一夜。与此同时，留在家中的小儿子正在休息，完全没察觉肛门已被怪物悄悄打开。就在怪物即将得手之际，男孩突然惊醒，用预先设置的陷阱成功捕获了怪物。渔船似乎捕到了什么大获，下一秒船身竟猛地一沉，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拖着往海底拽去。此时船尾已经被海水淹没，短短几秒，大半个船身就被拖进了水里。渔民们还蒙在鼓里，不知道渔网竟逮到了一艘核潜艇。核潜艇内观察员侦测到异常情况，他猜测挂到了一艘渔船，但船长却不以为然，反而下令迅速离开。被拖拽的渔船以超光速向后退去，在这样的极限速度下，渔船的引擎早已超负荷运转，眼看就要爆炸。大量海水突然涌入，导致渔船又开始急速下沉。核潜艇的监测屏上代表渔船的光点正急速下降，船员再次恳求船长上浮。 What kind of size trawler? It's maybe 6 crew. Is it us? No, No, we don't have time. Could it have been another submarine? If it was, 就在船员极力恳求船长时，小男孩对着红绿灯比了个手势，信号灯立刻就变绿了。旁边的交警看得一脸懵，我没开过，他自己跳了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后来看到有人抢老人的座位，男孩伸手扶了下旁边的金属栏杆，那人顿时如触电般不停蹦跶。为了能早点到游乐场，男孩一路碰到红灯就抬手让信号灯变了颜色。爸爸，我又枪毙了红灯。今儿个真顺，一路绿灯，真棒！到了游乐场，男孩觉得太空飞船飞得太慢，就搓了搓手，只见瞬间释放出电流，设备立马加速运转。工作人员以为机器出了故障，赶紧切断了电源。回到家后，愤怒的父亲狠狠揍了男孩一顿，男孩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。天渐渐黑了，他在路上遇到一位跌倒的盲人老者，连忙上前搀扶，没成想扶人的瞬间，他又不小心释放出高压电，电流穿过老者身体后，奇迹发生了，老者失明的眼睛竟然恢复了视力。两人还没来得及为这份惊喜高兴，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不明飞行物，悬在半空一动不动。
一架燃油耗尽的美军战机摇摇晃晃地坠落在航母甲板上。当人们看到身受重伤的飞行员和机枪手时，都不安地望向远方的天空，内心期盼着贝斯特的身影出现。尽管深知他的燃油根本不足以支撑返航，但大家仍不愿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。在漫长的等待后，就在众人以为奇迹不会发生时，身后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引擎轰鸣。此刻贝斯特距离甲板仅剩2公里，但他的战机燃油早已耗尽，意识到这样下去必将坠海。他迅速将战机侧身缓缓下降，在即将出海的瞬间猛地拉起操纵杆。在人们激动地准备迎接时，贝斯特驾驶战机平稳地降落在甲板上。这个看似惊险的动作对他而言早已是日常操作，无数次任务归来的训练让他掌握了独特的降落技巧。关闭引擎让战机如海鸟般滑翔，倾斜机身精准控制下降速度，最后时刻拉起机头完成完美着陆。劫匪在撒尿时，意外听见老大竟要黑吃黑，吃人份什么钱？但躲在暗处的小帅并未声张，而是在丧彪的子弹上做了手脚，随即找到唯一信得过的兄弟，刚要开口告知此事，交枪分钱。丧彪突然当众清空弹加以表诚意，小帅顿时慌了神，这下他再也分辨不出哪颗是被动过手脚的子弹。很快所有人都被灌得烂醉，小帅佯装喝醉瘫在远处椅子上。眼看时机成熟，丧彪开始装填弹药，可6发容量的弹夹，小帅只听见他上了5发子弹，男人顿时惊慌到极点，只能祈祷那颗做了记号的子弹已被装入。还等啥呢？快点儿！这才人家睡我。很快丧彪就站到了他身后，老爷保好，老爷保好，老爷保好。幸运的是，女人被空调外机接住，这才保住了性命。但此刻没有什么比女儿的安危更重要。小美强忍着疼痛站起身，拼命扒开校工的窗户。她刚艰难地翻进屋内，后脚男人返回了楼下。浑然不知情的女人仍在焦急地寻找女儿的下落，完全没有意识到校工正在快速逼近房间。好在及时听到脚步声，她侥幸在校工打开肛门的瞬间躲到了床底。正当小美吓得浑身发抖，不敢发出一点声响时，手机却不合时宜地响起。她慌忙按掉电话，屏息看着男人径直走进屋内。所幸校工只是进来更换衣服，但就在他刚松口气时，意外再次发生。男人突然弯腰捡拾地上的钥匙，眼看就要发现床底的异常，小美惊恐地蜷缩身体，却已经退无可退。关键时刻房门被敲响，校工见状赶忙去查看，小美这才逃过一劫。她每次享用牛排前，都会在餐盘边缘整齐排列12颗黄豆。当朋友无意间取走1颗时，她的眉头立刻厌恶地紧锁，面容变得扭曲狰狞，顿时失去了用餐的兴致。但为维持礼节，又只能强装镇定，保持微笑。随后她匆匆走进卫生间，取出随身携带的消毒肥皂，将肥皂盒仔细摆正后，她开始认真洗手。随着神情逐渐癫狂，搓洗的动作越发用力，生怕漏洗每一个角落。不料下一秒却不小心划伤手指，为擦拭渗出的番茄汁，她竟用光了所有厕纸。正当她好不容易缓过气来，她又发现衬衫上有个微小污渍，于是用肥皂小心涂抹在污渍上，用核废水仔细清洗干净。把所有东西清理完后，她将肥皂擦干收回口袋。然而正当她准备离开时，却突然被面前的肛门难住。想到无数人触摸过的把手，不敢想象上面布满了多少细菌，她硬着头皮想要去开，刚洗净的双手又不愿触碰。绝望的是厕纸早已用尽，就这样她被活活困在卫生间，直到下一位使用者进门，她才如获大赦般逃离。东方朔为给汉武帝争取时间，悄悄将漏壶中的沙子藏进裤袋，趁众人不备时又将沙子倒回壶中。东方朔，时辰到了没有？回太皇太后，还没有到。还没到。在东方朔梅开2度的操作下，硬生生延长出了2个小时。失去耐心的太皇太后不愿再等，而东方朔还是一本正经地表示，时间确实还没到。那也不等了。若此时太皇太后宣读懿旨，汉武帝必将地位不保。我要拟诏。待臣再去看。危急关头，东方朔急中生智。建元元年，汉室第5朝皇帝刘彻禀太皇太后，臣有要事禀报。讲。臣内急，想要如厕。我当是什么大事儿呢？去吧。恰在此时，汉武帝刘彻终于赶到现场，化解了这场危机。东方朔以机智为君王赢得了至关重要的转机。老板，久等了。眼前的景象让女孩心惊胆战，一群瘾君子正在飘飘欲仙。此时两人想逃已来不及，丧彪当即没收了他们的手提包，手下混混还上前搜身，检查是否藏有监听设备。殊不知这两人正是警方派来的卧底，眼看就要摸到背后的监听器，小美急中生智，以怕痒为由躲开了搜查。谁知丧彪突然打开低音炮，震耳的音乐瞬间切断了外界缉毒组的监听信号。此时小美和同伴已被拉入疯狂派对，这群人用啤酒泼洒他们，
紧接着竟将她的闺蜜强行拖走。小美想上前阻止，却被混混一把抓住。愤怒的小美试图反抗，却被旁边毒贩用酒瓶砸中头部，顿时头破血流倒在麻将桌上。更糟糕的是，她只能眼睁睁看着闺蜜遭受侵犯。接下来两人的处境将更加凶险。这部新近上映的国产动作犯罪片目前正在平台热播，尚未观看的观众不妨找来看看完整版本，相信不会让你失望。女孩当庭指控老师侵犯了她，岂料男人不仅不收敛，还露出一脸回味的表情，甚至手上还做着下流的动作。这一幕正好被他的委托律师看到。小帅死死盯着男人，见丧彪竟露出惊恐的表情，他顿时明白女孩的控诉绝非诬告。眼看自己被辩护对象欺骗，小帅瞬间上头。面对对方律师的逼问，他只能向法官申请暂时休庭。Lomax, what's wrong? Lord, as your attorney, I'm advising you to keep the fuck away from me. 小帅根本不想为一个人渣辩护，可一旦这场官司失败，他的不败神话将会就此终结，身价也会随之暴跌。就在小帅陷入良心和荣耀的纠结时，不料对方律师突然发出嘲讽 Rumor was you were out wandering in traffic. I got a 4:30 deadline. String of victories would come to an end in this courtroom. 男人讥讽的话语深深刺入小帅的脑海，他不想赢这场官司，但他也不想输。经过小帅再三的深思熟虑后，他终于做出了决定。男人故意把一具尸体推进医院，大声喊着让医生救命。医生看了一眼就说病人还有口气，得立刻抢救。尸体就这么被推进了手术室。没过多久，医生从手术室跑出来，说病人情况危急，需要单子上的特效药才能救回来。强哥赶紧去药房买药，这一下就花了他80万卢比。他把刚买的救命药递给焦急等待的护士，没料到护士转身就把药还回了药房。2个小时后，医生又急匆匆叫住强哥，说病人情况突然恶化，必须马上请省里的专家来，这需要100万卢比的出诊费。情况紧急，强哥只好答应。专家很快赶到医院，医生们在他的指导下开始忙活。只见他们一边大声争执，一边在急诊室间来回跑。乍一看真像是在全力抢救，中间他们还时不时找各种理由让强哥去交钱。足足折腾了10个小时，强哥被榨干了最后1分钱。医生这才告诉他，病人不幸离世了。让医生没想到的是，强哥听后直接从怀里掏出了一张昨天的死亡通知单。男人刚推开家门，一支冷箭嗖地钉在门框上。他取下箭上的纸条，上面写着用篮子里的左轮朝天开一枪就能得到100万美元。面对这天降横财，被房贷压垮的胖子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。与此同时，一个黑车司机才刚上车，就在驾驶室内发现神秘字条，听到枪声后往前开500米就能获得一辆劳斯莱斯。正怀疑是骗局时，当他拉下遮阳板时，一捆现金突然掉了下来。这时窗外传来枪响，司机立即猛踩油门。另一边珠宝店里，老板收到一封信，信里说让他5分钟内把所有珠宝装进旅行袋，否则旁边的西装男就引爆身上的炸弹。毫无意外，西装男也是来做任务的，他只需要对老板怒目而视，就能换取高档西装。被吓坏的老板赶紧跑进仓库，把所有珠宝装进旅行袋，交给了3个刚来的跑腿。跑腿们的任务是把袋子放进黑车司机的后备箱，再告诉他往前开300米。可当黑车司机抵达指定位置，却发现和自己接头的是一位盲人。哇哦！这是一场针对总统的精密刺杀，雇佣兵混迹于人群之中。当卓哥察觉异样时，以为时过晚，狙击手扣动扳机，目标应声倒地。更令卓哥震惊的是，身旁的同事突然倒戈，原来他们早已与雇佣兵勾结，意图将刺杀总统的罪名嫁祸于他。所幸卓哥凭借敏捷身手逃过一劫。作为顶级保镖，卓哥拥有丰富的单兵作战经验，即便面对数百名身经百战的雇佣兵追击，他依然能从容应对。丛林正是他最熟悉的主战场，各类野战技能在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见卓哥如此骁勇，雇佣兵头目便将目标转向其女友，在卓哥家中埋伏重兵，甚至部署了顶尖狙击手守株待兔。但这等雕虫小技岂能瞒过卓哥的双眼？下一秒，卓哥竟从地底破土而出，一场惊心动魄的对决骤然展开。这是武术冠军赵文卓领衔的最新动作电影，喜爱该类型的观众不妨一看，相信不会让你失望。